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讲《甄嬛传》。相比回宫后狠而无心的宫斗能力，初入宫时的甄嬛展现最多的是她的玲珑才思，比如她在谈恋爱方面的才华。看甄嬛和皇帝从初遇到互撩这段，总忍不住感慨甄嬛太会了。初相遇时，甄嬛给皇帝的是她精心打造的氛围感。什么是氛围感呢？用如今的一句话说，心动就是那天阳光正好，你穿了一件白衬衫。氛围感的打造主要靠美好的意象。光影方面，甄嬛选的是春暖花开时节，明媚的阳光。标志物方面，是具有少女感的秋千，景色别致的御花园。声音方面，别出心裁的用箫吹奏笛子曲，杏花天影，给人特别质感。这些意象结合在一起，最终营造出来的就是甄嬛说的这种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，是充满诗意的，是清新脱俗的声光影兼有的场景。这种诗意和清新脱俗不仅特别，让人有眼前一亮之感，更容易打造出一种可望却不可及的距离感，更能激发人深入了解的兴趣和期待。这与《诗经》里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，是同一种意境。你觉得意中人离你很近，但是你追上去，却又发现他在河的对面。溯回从之，道阻且长，你再次逆流而上追他，追了一段路之后，发现他又到了下游去了。流沙河先生讲《诗经》讲到这段的时候说，这是男女之间的一种距离，有距离就产生期待，就是男女相恋，人神相恋，可望而不可及。甄嬛打造氛围感的真正目的，就是打造她和皇帝之间的这种距离，激发起皇帝对她的期待。而且甄嬛的这些别出心裁，给皇帝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新鲜、不同凡响，是充满吸引力的。后来甄嬛举荐安陵容的时候，用的也是这个思路。在这盛暑天气，清新之色总比艳丽更令人清新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总是最打动人的。池塘荷花，清丽的歌喉，加上清爽的人，就是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氛围感。甄嬛还特意穿了自己很少穿的颜色艳丽的衣服，来衬托安陵容的清新。而安陵容却觉得甄嬛的衣服更好，说甄嬛的衣服是艳丽如霞，华贵无比。安陵容对甄嬛的这种氛围感打造很没信心，她说担心自己做不好，甄嬛便明确指点她，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，自然也无不可，只是这样做的话，即使蒙幸，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，不过3-5日便丢开了，反而误了你。这话意思比较丰富，一层是甄嬛提醒安陵容，现在只有我能让你风光得宠，事成之后你别忘恩。另一层是为了给安陵容信心，言外之意就是这样操作在你看来是费心思，却是让皇帝重视你，钟情于你的好办法，否则3-5日的热度一过，皇帝就把你忘记了。咱就是说，安陵容和甄嬛之间的差距不仅是读书和学识，更是审美能力和品味层次的差别。不得不说，甄嬛的审美和品味都很出众，这也是她后来能一直得皇帝钟爱的原因。毕竟后宫的绝大多数女人都是在吃喝拉撒睡的物质层面和皇帝相处，而甄嬛给皇帝的是审美和品味等精神层面的互动和共鸣，以至于皇帝在皇后的宫里念起2句诗，都会念着甄嬛的好。出狱过后，甄嬛和皇帝又在御花园秋千旁重逢，这次重逢，甄嬛给皇帝展示的是她见解独到的个性魅力。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两人关于杏花的讨论。先是皇帝就出狱时的美好提出问题，这儿都是杏花，你上次吹的曲子也和杏花有关，你是很喜欢杏花吗？小主们看到没，出狱时甄嬛氛围感的打造非常成功，皇帝对这些不仅印象深刻，还有想进一步探究和了解的好奇心。按理说，别人问你很喜欢杏花吗？回答应该是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但甄嬛并未直接的回应，而是说，杏花不似桃花艳丽，又不似寒梅清冷，格外温润和婉。甄嬛这是趁机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也就是在展示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不直接给皇帝答案，话不说尽，保持适当的矜持和神秘，让皇帝继续探究下去。不像生活中一些人，一聊天就巴不得稀里哗啦的把所有话都说尽了。听到甄嬛说杏花的好处，皇帝便习惯性的得出结论：人如花，花亦如人，只有品行和婉的人才会喜欢品行和婉的花。
你瞅瞅，四大爷多会夸人，他并不直接说甄嬛品行和婉，而是借花衬托，委婉且充满诗意。然而甄嬛一个急转弯，来了一句，可妾身并不喜欢杏花。这就是典型的反转式聊天吧。这样皇帝更好奇了，便说来听听。都说文似看山不喜平，原来这谈话聊天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平铺直叙总是庸常，也要一波三折才能给人惊喜呢。甄嬛娓娓道来，杏花虽美，可结出的果子极酸，杏仁更是苦涩，若做人做事皆是开头美好，又有何意义？倒不如像松柏，终年青翠无花无果也就罢了。甄嬛也是借花喻人，跟前面皇帝借花夸她是同一种思路，都是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甄嬛讲这句话有2个目的，第一个目的是向皇帝展示她的认知和人生观，让皇帝进一步地了解她的内在。第二个目的是借机向皇帝表达自己对感情的期待，类似是一种敲打，期望自己的感情能有始有终，希望皇帝别辜负他。皇帝听完甄嬛这番话的反应是，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，倒是新鲜别致。是啊，跟那些动辄向他献媚，用各种办法讨好皇帝的人相比，甄嬛可是唯一一个对他主动提出情感要求和期待的人。皇帝看重这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感觉啊。如果说出狱，皇帝看到的是甄嬛的美好和外在，那么重逢时，皇帝了解的就是甄嬛内在和个性魅力。就如皇帝事后所说，朕看重你，也就是因为你的本性，如果你与他们并无两样，朕也不会如此重视与你的约定。小主们，这就是甄嬛给我们最好的启发。就连甄嬛这种顶着纯元脸，拿到 buff， 颜值绝佳的人，都需要积极的去展示自己的内在，主动表现自己的个性魅力。其实，积极的自我展示和表达，也是一种主动性的培养。希望我们都能主动地经营起自己的情感和职场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和等待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最后插播一段广告，还没有订阅胖妮小号的小主们，辛苦动动你们的小手，点一点订阅，避免我因为知否事件突然的消失，咱们的缘分就断了。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，感激不尽，爱你们。最后插播一段广告，还没有订阅胖妮小号的小主们，辛苦动动你们的小手，点一点订阅，避免我因为知否事件突然的消失，咱们的缘分就断了。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，感激不尽，爱你们。